Hello， 大家好，今天跟大家讲一下为什么我不推荐大家和我一样来日本的农村买一户建。那如果你听完我接下来讲的这所有的原因，你觉得你还能接受的话，你再考虑像我一样来日本农村买一户建吧。但是我觉得绝大部分人应该是不能接受的。顺便我说一下，你们要买也别找我行吧，我又不是中介，别找我。OK。PS， 我分享的这些呢，仅仅针对日本的农村的便宜的一户建，城里的事儿我不懂，我也不知道。首先，第一个原因，一个我觉得应该众所周知，或者你用膝盖想一想也不太可能的事情，好像很多人都不知道，那就是你在日本买任何的房产，它不能帮助你获得日本的长期签证。你买不买房，跟你是什么签证，跟你这个能不能获得长期签证，这两件事是完全无关的两件事情，更别谈有没有帮助了，肯定是没有帮助的。所以你不用幻想说，哦，我在日本买一个便宜的一户建，我以后就有长期签证了。No， 没有，也不会因此而放宽什么政策给你，不要幻想。我知道有人又要说什么哦，我之前看过别的日本的 UP 主分享，这个日本农村呢，你只要住满10几年，他就给你个房子免费的。这个事儿我不知道哈，我没有了解过这方面政策，但是呢，我觉得这个东西它应该也不是针对外国人的。日本的经营管理签都涨价到3000万的资本金了，标准越来越严格。你觉得你那个放下身段，你来日本生活，你给这个日本农村增加年轻人口，人家就给你一个签证？怎么可能啊？想啥呢？所以大家都在评论区问，你现在买房子了，你以后这个如果获得不了长期签证怎么办？我不知道怎么办，我不知道怎么办，我才不管以后呢。以后这个长期签证我肯定会努力去想办法，但是呢，它不妨碍我现在享受我想享受的东西，对吧？到加油站了，我先去加个油。OK， 第二个原因还是大家最关心的跟钱有关的问题。这种日本的便宜一户建，它是没有投资价值的，它是没有所谓的升值潜力的。这件事情我本来觉得是一件默认的事情，直到我发了视频之后呢，很多人在下面留言说，这种一户建是没有投资价值的啊，买了就是砸到手里，以后卖不出去的。你知道吗？这是真的，这是真的。但是呢，我看到这种留言，刚开始我很无语，因为我觉得你这不是废话吗？你觉得我买一个这个70万日元的房子，我是为了投资？我是为了它升值，然后再给它卖出去？我看到这种留言，我的感觉就是我现在买了一杯奶茶，你知道吗？我买了一杯奶茶，珍珠奶茶，有人跳出来指着我说，你知道吗？你这杯奶茶没有投资价值哦，你买了就是砸手里，你这奶茶到时候珍珠吃不完，你卖给谁？你卖给谁？我不卖呀，我把它那个珍珠种到地里面，我等它发芽，第2年再吃啊。首先，我觉得投资这2个字我就没想过，因为我没有什么资可以投，它就不是我这种无产阶级能考虑的事情。OK， 说回正题，这种房子确实没有投资价值的。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比较真实的一个现实的情况，有的人肯定不信，你们爱信不信。现实的情况就是呢，日本这种农村地区的房子，就我观察，它并不是完全的卖不出去，你只要价格合理，你想卖是有人买的。他们只是人越来越少，但是你知道短期内还是有人生活在这里的呀，所以其实这个地区的房子你想卖也是能卖出去的，不至于砸手里。我为什么可以得出这个结论呢？是因为这个房子呢买下来确实是有一点巧合和冲动，但是呢这整件事情我已经策划了很久了，或者说我已经关注了很久了。我在北海道这个地区看中的，我放入收藏夹的比较便宜的房子啊，大概有7、8个、8、9个全都卖掉了。我不知道是我眼光好还是怎么样，反正全都卖掉了。我收藏夹里面的现在通通下架。然后呢，我有时候路过我之前收藏的2间很便宜的那种房子，一间是150万，一间是350万，很大那种房子的时候，我发现他们不仅卖掉了，然后卖掉之后呢，买家还在做一个大规模的翻新，在翻新外壁和屋顶。这种大规模的翻新价值肯定是远超这种150万、350万的
那我也不知道日本人是怎么想的，反正呢，本地人确实有人在卖房子，并且这个市场其实是一个非常正常的市场，没必要把人家想象的，人家的房子送你都不要。我知道有人又要跟我说了，哎，你还不知道吧？日本有那个林烟物件、林烟房产，他们送都没人要呢，你还不知道吧？我能不知道吗？我能不知道吗？你们天天就在网上看那个营销号，那营销号有没有 VPN， 它上不上得了日本原始的网站都还不知道呢。东刮西扯的几个信息给你编成一个营销号短视频，你就觉得吸取到知识了，这是真正的知识。我到时候专门做一些视频，大家去那种林烟的网站上去看一下，这种林烟的物件到底是谁在送的物件都是一些什么样的物件，好吧？那今天就先不聊这个话题 ，OK， 又跑题了，这就是不写脚本的后果啊，又跑题了，没关系，我们接着来啊。不存在投资价值，你买下来然后转卖，扣掉那些翻新的钱啊，扣掉这个中介费、手续费、什么所得税、什么税之类的，可能手上也剩不了多少钱，我不知道具体，我也不知道。我还没卖呢，这不是？但是呢，我觉得基本不存在靠投资日本农村的房地产赚钱这种事情，我觉得是基本不存在的。当然你可以试试，我不知道啊，在我看来是不存在的。然后有人说，哎，我投资不是要买卖它，我是要用它做民宿，做民宿。民宿你以为谁想干就干呢？做民宿你不得有个长期的可以做民宿的签证才能开民宿吗？那么做民宿呢，如果你是个外国人，据我所知呢，应该是只有什么配偶签证、永住签证、经营管理签证才能做民宿。这些长期签证呢，你们自己去了解一下吧，我不讲了，我也不知道，我也没办过。我们就先抛开签证问题不谈，好吧？我们抛开签证问题不谈，你做民宿，我不管是装修啊，还是在这里管理啊什么的，你人不在这能开吗？大部分在考虑买农村便宜一户建的人，你们有时间一直在日本吗？我不知道。反正我认识的，在北海道这边就是纯外国人来这边投资做民宿的，人家是真的这个钱比较多，然后时间非常的自由。他想长期在北海道搞他的民宿的时候呢，他就可以长期的待在这里。我觉得这种情况你可以考虑来日本做民宿，对吧？但是做民宿你又要考虑一件事情，就是你那个地方它有没有客源。你到这个没有什么景区的一个农村买个一户建，谁去住你民宿啊？就是如果你很有创意，你把你民宿搞得超级的有看头，超级的艺术，可能有人会单独为了你的民宿去这个地方玩。但是你有这方面的才能吗？我不知道哦。那可能又有人说了，我不自己开，我找管理公司帮我开民宿。管理公司你在乡下找得到吗？做民宿的管理公司，这不是做梦是啥呀？我们假设你找到了管理公司，假设你买的这个不是农村一户建，你是买的什么景区的，它能实现你那种自己有时候来住一住，然后不用的时候租给别人赚租金的日子吗？不能。因为你这个房子一旦交出去了，成为一个民宿了，它就不可能让你，即使你是这个房屋的主人，它也不可能让你随时随刻的想住就住呀。时刻问你，我的主人，你什么时候要来住你自己的房子呀？你那个4月份要来住几天？好的，那几天我帮你空出来哦。哇，怎么可能？任何一个他都不可能说你是这个房屋的主人，你想来的时候我们把这个房子腾出来给你住啊，你不来的时候我们再租出去，不可能。那咱们不做民宿了。有人说我就想这个感受日本的乡村恬静的生活，我买一个房子，我就自己有空来旅居的时候自己住住。你们旅游不换地方吗？旅游，所谓的旅游，我理解不就是去自己没见过的地方看看吗？难道你每次旅游都来同一个地方住着？哇，这个车啥情况？这个车开的不要命了，这个车，
可爱。便宜的房子你不翻新一下再住吗？你要知道这种便宜的房子一定是很旧的。我买的这个都已经算是便宜的房子里面比较新的了，我的马桶和那个洗面台都是新的，这是很少见的。大部分房子那马桶都老的你都不想用，然后你如果要翻新的话，这些你肯定不可能自己翻新吧？翻新非常贵，相当贵。我这个房子不是70万买的吗？然后我问了一下，如果我想这个浴室我想翻新一下要多少钱？你们知道多少钱吗？最低哦，最低70万，跟这个房子一个价格。日本人工真的非常贵。我最近装空调，我就不说我7月份预约，这个9月底才能装上，都穿上长袖了才能装上空调这个事情了。工事费不算空调的钱，仅仅是安装费就要7万多块钱。给自己穷笑了，好吧。日本人工呢，不管是大城市还是小城市，小城市可能更贵一些，都是这个价位。你们还觉得买一个这么便宜的房子很便宜吗？我觉得其实不是那么便宜了。这我们还说的只是一些非常基础的翻新项目。那有的人就会说了，我跟你一样，然后呢，我自己来刷墙来铺地板。你们真的知道干活有多累吗？首先我可能干的活其中有一部分是没有什么观赏性的活，就是单纯的清洁或者擦洗什么的，这种活它没有什么观赏性，我就不会拍成视频。其次，拍成视频的那一部分其实视频展现的，比方说视频剪出来3分钟，我可能已经干了2周了，那个劳累的程度是视频里所能展示出来的20倍，真的超级累。尤其是我知道有一部分人呢，城里人向往乡村生活，然后呢想要在乡村里买个房子，像我一样这样干活的，你们根本想象不出来那有多累啊！除了翻新成本呢，其实还有个成本是维持成本。我就不说什么维护，就是比方说这个房子多少年要一修的那种维护成本了，那个我不知道，我也没考虑过。日本的水电煤并不是你不用的时候就不用给钱的，它有一个基础料金，你每个月都要给钱。如果你想达到那种你住的那几天给钱，你不住你就不给钱的效果呢，其实也可以实现。就是你每次不用的时候呢，你都要打电话去跟人家取消，去停止这些水电煤，尤其是那个煤气，它还要上门停止，你还要在家里面等他那个员工上门帮你做这个停止的公示。下一次你想要开始使用之前呢，你也要提前1周到2周去打电话，把这个水电煤都给开通。水的基本料金好像是，不记得了。再怎么便宜，这几个东西的基本料金1个月你也至少要给4000日元吧，我估摸着。反正这个钱它也是一笔无法忽视的钱，而且它加起来的话，其实是要比税金要更高的。然后除了这些呢，像北海道你还要除雪，对吧？除雪这个事情你不住在这里的话很难办。刚才说那些呢，绝大部分其实是跟钱有一定关系。我接下来说一些跟钱没有关系的事情啊。最重要的是，我真的没有办法想象，如果不会日语要如何在日本生活。不会日语，你连日常生活需要解决的一些问题你都不能解决。没在日本生活的人，你们可能根本就不知道日本这边的生活的一种麻烦程度。比方说你这个房子之前电流配置器，那东西叫什么来着，就是最高电流可能是20安，但你用着用着你发现这个不够了，你需要30安的电流，然后你要换这个东西，你打电话预约，这个时间又要往后1-2周，然后你要在家里等着他上门，这一切的一切，你怎么去跟人沟通？有可能有人要说，我找华人，你找华人，你在农村哪找得到华人呢？日本这种小地方，你就算会日语，就像我会日语，我还是会遇到一堆麻烦事儿，巨麻烦，它都已经超越语言的麻烦了。你如果不会日语的话，你咋办？你咋解决这些麻烦？我觉得不会日语真的很难在日本这种小地方生存下来，就生存下来都是一个比较难的事情了。我知道很多人在幻想，就是生活在别处，你幻想中的那种生活，那种与这个世界与这个社会有所联系的那种生活，你如果不会日语的话，
要怎么实现呢？即使你的日语佩拉佩拉，你这个日语超级好，我觉得也不太会有你们想象中的那种好像在动漫里生活的跟人产生连接的那种生活，我觉得也不太可能会有。我不是想说日本社会有多冷漠啊什么的，而是本身跟人产生连接，尤其是比较亲密的连接这种事情，它本身是一种能力。你用母语在你自己的国家，在任何一个城市，你能保证都能交到非常亲密的朋友，或者找到非常合适的恋人吗？用母语都不能保证这件事情，你为什么要幻想用日语跟日本人隔着文化差异能有这些亲密的情感连接呢？所谓的紧密的情感连接，它本来就是一种非常罕见的、美滋拉系的、非常珍贵的一种东西，它并不是你换一个环境就能变得很轻易的产生的东西。你本质上还是要寻找某些你想要的生活方式，你想解决的这个生活的问题，你想获得的某种生活的属性怎么获得的问题。寄希望于换一个地方生活就能把生活过成自己喜欢的样子，我觉得可能性也不是没有，但是可能性吧不大。说实话，我觉得想在日本买房子的人，不管是他不会日语，但是有足够的钱去花钱找中文的服务和中介，还是他会日语，他自己能买，基本上想买的人可能已经在行动中了，不可能在我的留言区、我的私信、我的这个邮箱在这UP主你能不能帮我介绍一下买房子，寻求一个显然不是房地产中介的陌生网友的帮助。你一旦还正在寻求我的帮助，那就说明你知道吗？你没准备好。有能力生存下来的人早就买了，早就行动起来了，买的甚至比我还早呢。我觉得我刚才说的这一切呢，都是一些非常重要的且短期内不可调和的问题。排在这些不可调和的问题之后呢，我觉得才是什么一户建虫子多呀，什么一户建隔音差呀，不安全呀，要除草啦，老房子这那问题呀，我觉得这些才是比较排在后面要考虑的问题。或者说，其实你如果接受之前我说的那些问题的话，这剩下的这些问题都是生活方面的小问题了。但是呢，这些小问题解决起来也是一个比一个烦人，一个比一个烦。好吧，我觉得大家还是慎重考虑，三思而后行。OK， 综上所述呢，作为一个自己在日本农村买了便宜的一户建的人，我不推荐任何人跟我干一样的事情。我干这件事情，它肯定是有我的考虑、我的目的，但是它不一定适合你，甚至这件事情它适不适合我都要打一个问号。我现在也不知道它适不适合我。本质上我只是在赌博而已，我是个赌徒。你们也想赌博的话，你们这能说吗？最后呢，我再讲点别的题外话啊。针对那些反复给我留言、反复发私信、发邮件跟我说想跟我做邻居啊，不是想在日本农村买房，而是想跟我做邻居的人，首先我买的这个房子呢，它这个70万的价格是一个偶然 ，good coincidence， 它不是这个地方平均房价就这样，是我跟人家讲价了，基本上是半买半送了。想要跟我以一样的价格在这个区域再买一间差不多的房子，这件事是办不到的。我邻居的房子现在标价500万，卖不出去。卖不出去的原因当然是因为500万贵了呀。我觉得我买这个房子是一个比较疯狂的行为。我发了这个视频之后呢，有人在评论区控诉说，现在的中介为了卖房子啥都干得出来。我都很疑惑，我说我这脸长得很像中介吗？我也没有一句话说快来找我买房子呀。而且我从心底不认为我发了这个视频就会有人想要买房子。我觉得我只是就是录了一个类似日记的 vlog， 然后发出来给大家分享一下。我没想到我发了这个之后，真的这么多人想跟我干一样的事情。我好歹也是考虑了1年半载的，我好歹也是这个适应了日本的生活才做了这个决定的。怎么会有人在网络上看到别人在一个自己完全不知道、没有听说过的地方买了一个房子，仅仅因为这个房子便宜，就自己也想在这个地方买一个房子呢？ Why? I don't understand. Why? 你们
我不理解，你们是真疯子。我跟你们比，我就是小巫见大巫，小疯见大疯。你们是大疯子，我是小疯子。对于所有的大疯子，我有建议，好吧？我给你们一个解决方案。你们现在最主要的问题是学日语，你们先学日语，学1年，看能不能过个 N2，自己去那些日本的房地产网站，包括你们喜欢的什么林园房产的、宋房地产的那些网站，你们用日语去看一看那些一手的资料。不要天天在营销号上面看到什么2、3手、4、5手的这些东西，你们就心动，要不就是日本完了。自己去看一下一手的信息在说什么，再去发疯。然后最后我想说的是，如果你看完我说的这一切，你还想发疯，你还想来日本买房子，那也别找我。那么今天视频就到这里结束啦，拜拜，再见了您嘞，再见了您嘞。